大家好，欢迎来到瑞的频道。如果你厌倦了河内的拥堵，也看腻了胡志明市的机车洪流，那么在越南中部有一座城市一定会满足你对海滨度假所有的幻想，这里就是岘港。哪怕它今天用乌云和大潮打破了我对东方夏威夷的幻想，哪怕在神圣的山茶半岛灵隐寺有一未知的磁场，我拍下的观音像正面素材离奇丢失，但这依然挡不住它的魅力。离开古城惠安，这次我们用1天的时间探访岘港市区最值得去的地方，夜晚再到汉江两岸体验本地人朴实却又精神富足的夜生活。岘港是越南第4大城市，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甚至还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过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刚到这里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马路和城市规划相比于文内和胡志明市简直宽敞太多了，完全没有那种被摩托车大军围得水泄不通的压迫感。在这里旅行最爽最接地气的方式就是直接在路边租一辆摩托车自驾，如果懒得骑车，用打车软件也超级方便，价格便宜。既然来到海滨城市，我们的第一站当然要直奔大名鼎鼎的美西海滩。它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最美的海滩之一。沙滩整整延绵了近10公里，沙子抓在手里就像面粉一样细白柔软，而且海水清澈见底。不管是游泳、冲浪还是玩滑翔伞都非常过瘾。不过来这里一定要选晴天，我来的就不是时候，阴天再加上大潮，和夏威夷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大。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在美西海滩顺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右手边是大海，左手边是翠绿的山峦。没过多久，我们就能看到山茶半岛的半山腰上耸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建筑，这就是岘港最著名也最神圣的佛教圣地灵隐寺。来到岘港，我们到的最大的这个景点是位于岘港东北部的山茶半岛上的灵隐寺。这里不仅是一处宗教信仰中心，更是俯瞰整个岘港湾、美西海滩和城市天际线的绝佳观景台。相传在19世纪阮朝明命皇帝时期，这片海域经常狂风暴雨。有一天，当地的渔民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尊随水飘来的佛像，于是便齐心协力在这里建了一座庙来供奉，祈求出海平安。走进寺庙，最先震撼到你的绝对是那尊高高耸立的白玉观世音菩萨巨像。这尊观音像高达67米，它是目前整个越南最高的观音雕像。今天整个岘港都是乌云密布，但奇特的是，山茶半岛，特别是观音像这个位置的上空是放晴的。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那今天碰到的另一件事也很让人摸不到头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拍摄的灵隐寺素材莫名其妙丢失了很多，特别是观音像正面的素材全都不见了，只能放上别人手机拍的影片。可能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在当地人心中，这尊面朝大海的观音像就是岘港的守护神。过去岘港经常遭受台风袭击，但神奇的是，自从2010年这尊巨型观音像落成之后，这几年的台风破坏确实大大减轻了。所以当地的渔民每次出海打鱼前，都会习惯性的驻足望向山茶半岛，默默祈求平安。内有恶猴，请勿靠近。到岘港也来逛一逛他们这里最大的市场——沙洲市场。这里是游客们一次性打包越南风情的必访之地。市场很大，一走进去，大大小小几百个摊位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成堆的腰果、夏威夷果、芒果干、咖啡豆、椰子糖，琳琅满目，堆得像小山一样。绝大多数摊位都会大方地抓一把给你试吃，可以尝了满意再买。不过我大致在里面逛了一圈，了解了一下这些特产的价格，感觉对于游客来说，开价还是明显偏贵的。你必须得拿得出你毕生的绝活，狠狠地杀价。从市场出来，咱们顺道去逛逛市中心的2张城市名片。首先是这一座大隐于世，散发着法式复古和浪漫少女心的岘港大教堂。和大乐的粉红修道院一样，这座教堂建于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是法国殖民地在岘港新建的唯一一座天主教堂。因为全身上下刷满了温柔的糖果粉红色，所以大伙更习惯叫它粉红大教堂。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没有一丝宗教的沉重感，反而像是一座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精致城堡，拍照超级出片。逛累了，来碗榴莲冰，坐在路边看着汉江两岸的车来车往，非常惬意。到了岘港，必不能错过的还有海鲜粉。像这样一份包含各种新鲜食材的越南粉，也只要10几块人民币。如果说粉红大教堂代表了岘港浪漫温柔的过去，那么横跨汉江的龙桥就代表了这座城市现代与疯狂的夜生活。这条龙桥全长666米，是在2013年为了纪念岘港解放38周年而通车的。如今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设计艺术品了。整座大桥的中央钢结构就是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龙头昂首冲天，龙身蜿蜒起伏，整条龙被涂成耀眼的金色，象征着越南李朝时期的繁荣。
每逢周六、周日以及重大节假日的晚上9点整，这里会上演一场极其震撼的喷火与喷水秀。随着音乐响起，巨龙会在夜空中熊熊喷火，周围的空气温度瞬间飙升，现场效果非常魔幻。紧接着，龙口又会喷出铺天盖地的巨大水柱，像狂风暴雨一样洒向桥头。这时候，如果你站在靠近龙头的人行道前排，恭喜你，大概率会被淋成落汤鸡。所有想拍照的小伙伴，记得提前退后，或者去汉江两岸的观景台和屋顶酒吧观赏。当晚上9点的龙桥喷火狂欢散去，属于岘港市民真正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你会发现，岘港人真的太懂浪漫了。他们似乎把整座城市的客厅都搬到了汉江两岸。无数年轻人正搬着塑料小矮凳，坐在江边，喝着咖啡或者冰镇啤酒。背后是闪烁着霓虹的龙桥和喷水的龙里雕像。在岘港，夜生活不需要动辄几千元的夜店消费，一瓶啤酒，一吹一整晚的江风，就是市民最顶级的精神富足。这就是岘港，一座有海的包容，佛的静谧，同时又有现代都市狂欢的中部珍珠。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支影片，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